后一学期，然后我就进行了一次毕业旅行，在丽江的一个青旅做了前台。然后我正好去云南旅行呢，我在青旅住的时候住了1个月啊，那1个月时间，我们俩晚上有时候就聊天啊、喝酒啊，有时候他还会带我去一些周围好吃的馆子，还会告诉我哪儿好玩什么，就是这样就认识了。后来你就回北京了。对，我就回四川了，正好毕业了，在家乡找了一个特别稳定的工作。这一段时间我们就一直在保持联系，因为确实在丽江的时候共度了这么多欢乐的时光。在丽江的那1个月，就是每天特别开心，因为什么烦恼都没有，每天就谈天说地说理想。那1个月时间过得特别快，然后我就回北京了，他就回四川了。之后我们确实是保持了远距离，是保持了大概半年的时间，基本上就是 QQ 聊天或者是打电话。所以我说你们还算是网恋。确实，后来还是我捅破的，因为我们俩有半年时间都没见过。我对他的思念就是特别的强烈。我在网上给他订了一束花，然后送到他家用快递，在一张卡片上写满了我对他的爱慕。我看见这个的时候特别激动，我就给他打个电话过去，然后他就说看见了吗？我说看见了。他说那你做我女朋友吧。我当时特别激动，然后我欣然答应了。我们那个时候就差不多开始了，但是还是因为我在四川，他在北京，只能还是保持远距离的这种恋爱关系。对。11的时候实在正好我放假了，然后我又去北京看他了。从北京回去过后，我觉得我不可能再接受我们远距离这个事情了，因为我觉得他给我太多我喜欢的东西，我喜欢的男生的所有特质都在他身上。那你说说都是哪些特质啊？瘦、高、帅，然后特别有才。总之你爱上他了。对。然后你就从四川到了北京是吗？对，这是我主动提出来的啊。当时想的特别好，就是他来北京以后，我们俩各自去上班，然后努力的工作挣钱，然后把这个生活过好了。周末我们可以出去玩。你告诉我，你有工作吗？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没有工作，就是靠家里是吧？对。那你到了北京以后做什么呢？到北京过后，我们先是玩了1个月。也就是休那1个月肯定特别浪漫。这1个月过后，我们都纷纷去找了工作，就按照我们规划的这样来走。我就是生气，我来第一年，他就做了3个工作，不停的换工作，不停的换。我不停换工作是因为那工作它不适合我，我也干得不开心。但是你每次都是这样的借口，每次都是你不开心。这不是借口啊，我每次确实干的就是不开心，只是你学什么专业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这专业他学的特别杂，但什么都是学的不精，所以找起工作来特别困难。你说你那第1个工作，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的，但是他每次都是一些不合理的借口。我说了，这每份工作我干的都特别不开心，它不适合我，我为什么要接着干呀？我付出了这么多来北京，基本上我的生活就围绕他转，但我觉得他对我的关怀没有我给他的那么多。我给你关怀，我只是以另一种方式给你关怀。咱们每天晚上吃饭是谁做的饭？每天谁送你去上下班？那只是一开始，你看你现在，你今年。那是因为你总是抱怨，你抱怨我，你觉得我不够好，我达不到你的要求，但是你总是说我。那现在谁要分手呢？我要分手。最早是谁提出来的分手呢？他。我当时真的只是想试探他一下，我们之前也是分过的，然后我们也都和好了。这次我想也是能够像从前一样，我们还能回去。你不是觉得我不上进吗？你不是觉得我不
你为什么要去支教？你回答我。因为这是我从小一梦想啊。后来小伙子真的去支教了，就去了3个月，受不了跑回来了。我们在那一年的支教名单上面还查到过他。你的梦想你都只能做3个月，你能做什么事情超过3个月的？我也不想回来呀，但是我支教的那个地方，自然环境它特别恶劣，海拔4900，然后零下30度，每天刮5、6级风，然后每天下暴雪、下冰雹。我在那儿每天盖5床被子，你知道吗？早上我要穿3件羽绒服，我每天被冻的。我为什么回来？我不想回来。因为我身体受不了了，我在那待了3个月，我整整瘦了20斤。可是这3个月我在家里，你以为我待着我好瘦啊？他从西藏回来过后，就这半年就再也没有工作过了啊。这半年，他就天天在网上玩游戏。有些时候我甚至看见他在 QQ 上跟其他的女的就那样瞎勾搭的。那不叫瞎勾搭。我跟我朋友那还不叫吗？我跟我朋友聊天为什么叫瞎勾搭？你把所有的女孩都叫宝贝，你把所有的女孩都叫亲爱的。你的心里我没管他们叫亲爱的，我某些人叫亲爱的，但那只是一个称呼，你明白吗？就像现在你叫别人帅哥，叫别人美女一样，那不代表什么。再说我们是我们认识好长时间的朋友了。这个你管过他吗？我确实有一天不小心看见他一些聊天记录啊，他趁我不在的时候，我不注意的时候，他就翻我的聊天记录。最可恶的是，他还去骂别人。我只是稍微可能说话重了一点，但那不叫骂。你为什么？你的朋友就可以叫亲爱的吗？哎，姑娘，就是聊天记录上面就叫了个亲爱的，没其他的内容吧？有些时候说出来什么溜达溜达，我就想了，你有我，你为什么还要找别人溜达溜达？你为什么不想我有你了以后，我还去找别人聊天，我还去找别人溜达呢？你那个，我跟你在一起不快乐，你总是说我达不到你的要求。你整个一个状态就是一个伪单身的状态。你跟我在一起2年了，你那些网友知道你有女朋友吗？对，因为他们对你也不满意，因为你总是说我，在他们面前也说我的哥们儿都说，你为什么不跟他分手？我不是说你哥们儿，我说你的那个网上的那些网友，他们根本就别人没有问我是不是单身啊？难道别人没问我，我主动跟人姑娘说，哎，你好，我是单身。来，姑娘，我想问一下，后悔到北京来吗？其实理智的时候是确实很后悔，但是我们生活在一起这么久，点点滴滴，我们俩都是相互融合的，我确实没办法离开他。那他不上进这件事儿也能忍吗？也许他真的是可能需要追求他的理想，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理想再梳理一下，看我们能不能去实现。好吧，你跟我的理想根本就是不一样。你的理想是什么？过自由快乐的生活。你的理想是什么？跟他一起过自由快乐的生活。这个理想太好了，就说你的理想是建立在他的基础上的，失去了他就失去了理想，是吧？爸妈什么意见啊？我爸我妈也想让我离开他。见过吗？见过。为什么他们也想让你离开他呢？因为他们觉得我一直在被他折磨着。这个是他们看到的状态，还是你回家去表述的呀？其实我没在我父母面前说过他的不好啊。那他们怎么会说他一直在折磨你呢？我有些时候不应该去打扰你父母，这是我的错。你怎么了？我不在家的时候，我手机有时候他打不通，他就去我父母家。我朋友去我们家的时候，跟我爸妈聊天，其实他们也会聊。我听明白了，就是你现在其实是四面楚歌呀。可是他朋友和他父母都不支持你，是吧？其实我觉得他父母还有他朋友不是对我的否认，而只是觉得我做事的方法可能有点过激，有些时候我可能影响到他们的私人生活了。这个确实是我。你确实影响到别人的私人生活了。你要是觉得我现在可能跟以前不太一样了，我可以尝试着像以前一样。你跟以前一模一样，你还是这个样。那你怎么就对人家变了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不了解他。你这是什么逻辑？因为不了解而相爱，因为了解而分手，是吧？我就搞不懂了。听听老师们看怎么帮这个姑娘和这小伙子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姑娘，你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你对他那种所谓爱已经变味道，变成什么？强迫症跟控制欲。我见过你这样的姑娘，她会在之前把老公手机里面所有的号码全部存到自己手机里面，老公电话一旦打不通，是按着上面电话一个一个拨下来，全部都拨一。会跑到
她老公所有的朋友的家里面去，一个一个地方都找。这个不是爱情，控制。他就是特别喜欢不是爱控制别人，可他也特别喜欢控制如果我不爱他，我不会这样去做。不，你爱我就是控制我是吗？你爱我表现方式就是控制我。爱跟控制我是担心，是，你看，你说你是担心，我可能有些时候想是不是爱太多了。你把它当成了自己一个私有品，姑娘，你觉得我爱他，他是我的宝贝，我一定要呵护他，我一定要保护他，我一定要督促他，我一定要跟他在一起。如果你真的爱他，不是这个方式，是留有余地，宽容的去看待这件事情，是两个人一起商量做一些改变，而不是把他逼到墙角。他不光折磨我，他还折磨我家人，会不会还折磨我有这样的朋友一种控制欲的存在？第二点，我想说，两个人为什么之前那么爱，现在又不行？之前你们的所有的相爱都跟空想有关，丽江在一起什么都不干，说理想，回到北京来，所有的旅游点、吃喝玩乐等等等等，都跟空想有关，都跟玩儿有关，都跟你们的梦有关。但是，一旦落入生活这块地方，完蛋了。我价觉得，值观不同我觉得我们俩人在一起生活就是不需要有那么多钱，也不需要。是啊，我觉得不要他给钱，我特不要钱，别大的压力，天天让我饿肚子去挣，就能实现理想钱。吗？看他俩这个现在这个状态，我感觉像老舍、骆驼祥子两个人物，他有点像那个祥子，他那个气势啊，管他有点像那个虎妞。其实他俩刚才说的很清楚，他俩在自己之前恋爱的时候看的都是优点，就没想到把后边困难估计得很足。一旦到了北京，进入了实质性的生活，你像带一个小弟弟一样，因为你俩同岁，他在家里肯定也是娇生惯养。他有吃苦的想法，他既然勇敢的到西藏去支教，说实话是很大的勇气，应该称的是一个好青年。但是我也可能感觉到他的能力还是不够的，所以说这个姑娘实质性的生活起来以后，感觉到我不明白，您说我能力不够，是说我在哪方面能力不够？工作能力。您为什么觉得我工作能力不够嘛？你最不成熟的一点是，别人说完了你再辩解。那我这样问你吧，是你这1万块钱通过多长时间挣的？管家里要的。好意思吗？您说是管家里要钱？你管家里要还理直气壮吗？你是一个成年人了，你走向社会了，应该独立的完成生活。是，但是要完这次钱我就出去工作了，但是我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确实没有办法解决。是，所以说，你女朋友，我相信她以前也不是这个状态，也可能随着年龄的成熟，感觉到你啊，不像别人的男朋友那么能撑起一片天。她希望你在每一个工作上能做出一些成绩来。我也希望呀，是，我也希望。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问题所在。但是什么？但是我在工作中遇到了这3个工作遇到3种不同的问题，我没法解决它。这确实，这就是能力，这就是我说的能力。其实他在工作上能力是强还是弱，我不在乎，我只是想。那我来说你，你有很多问题，你不能总去怨天尤人的抱怨他，跟他家里也去说，你应该多鼓励他，多信任他。所以说他现在感觉到抬不起头来，不论在家里，在哥们儿身边，是不是2个人商量，这小日子才能过起来嘛？你总说他，他就感觉更不自信了。我挺理解这弟弟，从小家里不缺吃不缺穿，条件好点儿，家里有房能给自己住，有车能借自己开，总想找个合适的工作，能够发挥自己热量的地儿。一时找不着就先待着，慢慢找呗，反正不缺什么。四川不一样，我老婆四川人，四川妹子勤劳勇敢，能干，一定不能比别人弱。四川有个名词叫趴耳朵，是指老公耳根子得软。妻管严。对，四川女人强势，老公也服管，但是老公得出去挣钱，是吧？你可以好吃懒做，但你不能不挣钱，你不能不上进。在家里你得当虫，出去你得当爷，对吧？但是我跟您说，我找那3份工作，是虽然说都没干多长时间，但是，嗨，您知道弟弟，我是这样的，你所要的快乐生活在丽江有，在北京开着车到处转悠，因为你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现在你住在家里，你不管怎么说你在啃老。也不是，我觉得反过来我也能过苦日子。反过来他要求就特别高，他要求不高，
他看不到你给他的希望，所以他不乐意。妹子，听我一句话，你这男朋友就这样，他不能给你想要的生活，你离不开他也得离开他，你们俩在一块儿不合适。1953年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当中，原子有3页，爱情有11页。到了1966年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当中，原子有了13页，爱情只剩下了1页。这说明不只是我们变得现实了，是这个世界都变得现实。风花雪月的爱情谁都畅往，但是之后就一定要面对生活。女人到底爱什么样的男人？我总结一下：曾经是个流氓，现在是个绅士，偶尔做回英雄，其实是个孩子。这样的男人最招女人喜欢，尤其是在浪漫的时候。想想那段时间的过往，聊电影，谈生活，谈梦想。但是我想说的是，作为一个真正爱这样的有梦想的还比较稚嫩的小男朋友，你的方式不是一味的苛责，而是要逐个击破。你要注意引导，先攻克下他的家人和他的朋友。你不能一天到晚去埋怨他，越埋怨他，这种人越没出息。而对于你来说，不要百般的狡辩。一个男人最简单的成熟标志，我不说你养你的女人，至少要养得起自己，不向家里要一分钱。我现在可以养活我自己。你跟他在一起的这些岁月当中，除了你向家里要来的1万块钱之外，你挣了多少钱？你有没有花他的钱？花了。那我在家里做饭嘛，他出去。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 I got facts over tracks, this and that. Spitting slow, spitting fast. I could roast, I could gas. Think I'm okay at last, but I don'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 And the pettiness,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 Hilarious, you think you're worth my time, you're delirious. Mysterious, because you hide behind a fake exterior. Inferior, you know I'll always be a bit superior. Get off of me, this ain't no humble brag. I want you to hear words, you can say them back. I want you to feel free from the chains at last, and to believe in what you got, it was built to last, yeah. Now that I've been put through hell, I never got anyone's help.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Gonna learn the consequence of being incompetent. Mental health is confidence, dreams and some honestness. I'm not here to save the day, that's for you to take away. I could play a million mind games, but instead I say something not illogical, something that is topical. Rub it on and watch it go, make yourself unstoppable. Dreams are irresponsible, but they're always possible. If you just believe, you could be so remarkable. Thoughts in my head, a collage and they spread. I'll be great one day, going off of my meds. No, I'm not giving up, no, I'm not giving in. I will make it to the top, taking off in the wind. I gotta make it, I'm saving every day to taste it. I'm patient, but my mind, it can hardly take it. I'm chasing a dream that I've had for several ages. A vacant, modern kingdom for the taking. Now that I've been put through hell, I never got anyone's help.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达成他的要求，谁说男人就应该出去挣钱？男的在家做饭就不是好男人吗？男人在家里做饭一定是个好男人，前提条件不是他挣不到钱，是他挣得到钱又愿意在家里做饭，那才叫好男人。这个爱是分形式的，你在家给别人做饭也是爱，出去挣钱养家也是爱，这不分高低贵贱，这是平等的，男人跟女人是平等的。
是。如果男的觉得他不出去工作挣钱就是应该羞愧的话，你听我说，不是小伙子别辩解了，我能理解，我支持你。不是所有的男人都一定要出去工作的，可以在家里可以不挣钱，但是你真得找到一个能够愿意跟你这样过的女人才行。不是所有人的价值观都是相同的，不是所有人追求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有些人他追求的是物质，有些人追求的是生活。我不否认没有钱就活不下去，但是不需要那么多的钱就可以活下去，因为物质上带给我的快乐，不如精神上带给我的快乐。好，没问题。我们所有人的话说到这儿是给这位姑娘听的，她已经说了。他追求的是那样一种生活状态，你能不能跟他共同去追求这种生活状态？如果你可以，当然坚持；如果你不能的话，那是不是分开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小丁，我觉得是这样。在你跟他的交往过程当中，走到今天，你觉得你做错过哪些事儿？我不应该让他来北京，我应该一直过我想过的日子，因为只有在我过我想过的日子的时候，我才快乐的，我也才能带给对方快乐。现在这样，我过着他想让我过的日子，并且达不到他的要求，他总是在埋怨我，我过得也不开心，他也不开心。听明白了吗？好了，我想到这儿，很多问题都解释开了嘛，那就是姑娘自己去看。接下来时间属于你们自己，来，一起进入黄金60秒。我觉得我跟你生活在一起特别累，你给我特别大的压力。我想追求我自己想过的生活，想去过快乐的生活。我也为了跟你在一起付出了很多，我也去找了工作，我也希望能给你快乐，但是我总是达不到你的要求，你总是埋怨我，你还经常做出一些让我朋友让我家长都非常非常难堪的事儿。虽然我一次又一次的原谅了你，我真的不知道你能不能改。所有人说的，包括专家说的、主持人说的和我朋友说的，我都明白。我知道我这样，大家都觉得我肯定不理智。但是如果真的没有你，我不知道我来北京，我觉得我不甘心，我不甘心我这2年的付出，我不甘心我对这段感情付出了这么多。我知道大家会觉得我还是傻，我就是傻，我愿意就这样傻下去。两位请回吧。来，请关门。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啊！你们觉得这种情感关系能维持得很久吗？来，各位请选择。89.19% 的现场观众朋友觉得，如果价值观不太一样，还是分开吧。但是也有10.81%的观众朋友投了赞成票，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一起数5个数，来，5、4、3、2、1，请开门。